如果像乐天或是 LG 都没有办法抵挡中国石化业的攻势，台湾的石化业呢，大家要去思考，如果有一天台塑也面临产能的压力的情况下，它会对台湾带来多大的冲击？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我们来看几个新闻的重点。那么第一个呢，是美国的众议院呢，现在以360票对58票，那么要求 TikTok 呢要剥离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除了要求退出中国母公司以外呢，美国在国防预算上960亿美元呢，来支援相关的包括台湾、包括乌克兰的援助。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和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这个当中也告诉大家，在整个地缘政治的角力下呢，现在世界的变动呢又更加深化。这个更加深化，我想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也看到2个比较重要的新闻。那么其中一个呢是特斯拉呢开始大幅调降3款大型车的降价，说2000美元以上，同时杀价力道更强大。所以这个告诉大家，整个特斯拉现在陷入到一个非常困窘的地步，也包括它裁员 10%。整个马斯克所构筑出来的产业呢，现在正在面对中国大陆盛大扩产之下呢，它所造成的杀戮呢，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来稍微温习一下，从2017年马斯克在上海建立了超级工厂，给特斯拉200亿人民币的银行的融资，也批发他大批的土地，附带的条件是整个特斯拉供应链呢要在地化，以100%的供应链呢零组件供应全部在中国。从这一步开始呢，特斯拉其实它的衰亡之路呢，其实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种下了。从上海超级工厂建立之后呢，这个大量生产标准规格的量产规模呢，中国大陆它的学习效率最高。中国不断的在复制，这个复制当中它没有智慧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开始抄袭马斯克在特斯拉的生产模式，同时培养大量的电动车企，从比亚迪开始到理想，到小鹏，到蔚来，到领跑汽车，到小米。中国的电动车企呢超过100家公司。那么从马斯克在中国之后呢，在2020年呢，马斯克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特斯拉的股价呢最高到2318.49。那么在股票经过2次分割之后呢，在美国的升息的环境当中呢，它跌到 101.81， 后来涨到 299.26， 那么现在又杀回到136。那这当中啊，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在特斯拉股价最巅峰的时候呢，它的市值最高到1兆2432亿美元，现在呢跌到4500亿上下。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一家特斯拉呢现在市值跌了 67%。 那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全世界大家都认为电动车呢是未来明日产业。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特斯拉正深陷中国的危机，最大关键在哪里呢？是一方面，全球的电动车开始面临一个在节能产业当中的一个瓶颈，包括丰田汽车呢，它对电动车有一些新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大量的量产，包括最近的小米造车，都告诉大家，中国呢非常擅长仿冒。这个仿冒，现在有人说这一款车子呢很像保时捷，这个是也告诉大家，当国家不断的在扶持电动车产业之后呢，中国的电动车的渗透率大概超过 50%。同时呢，在本地的市场稳固之后呢，它又把产能扩张到全世界。这个对全世界来讲，现在造成的价格压力呢，现在无限大。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在德国的布莱梅的哈芬港，那么现在有成千上百万辆的车停在码头等待销往欧洲。这个是一个血流成河的杀戮形态。这个杀戮形态呢，现在看起来无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在 EV 的电动车市场当中，现在市占比 19.9%， 比亚迪 17.7%， 而广汽的埃安 5.2%， 前三大大概是这个样的。混合动力呢，这个比亚迪已经到 33.6% 了，理想 9.6%， BMW 呢 4.3%。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个马斯克所建立的江山，现在看起来都有很大的危机哦，所以他说这个特斯拉不是电动车销量暴跌的受害者哦，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这些年当中，中国的不断的扩厂当中，他忽视竞争者不断的扩增产能的价格杀入，现在也可以看出来，他在大量的规模不断的杀低成本降价过程当中，它也产生非常多的品质低劣的产品，也包括电池经常会爆炸。那这一些呢，中国未来如何面对？而马斯克呢，在面对这一轮杀戮之后呢，可能要重新思考他如何从中国脱身而出，或是用他的坚强的能量呢继续再创新。这看起来是现在马斯克要面对的未来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有一则新闻，大家可以非常注意的，中国的石化业呢扩张迅速快速，造成供应量过剩，南韩等亚洲对手关厂求生。大家可以看到 Lotte 的 Chemical 跟 LG 的 Chemical 现在都慢慢退出市场。也告诉大家，如果像乐天或是 LG 都没有办法抵挡中国石化业的攻势，台湾的石化业呢，大家要去思考，如果有一天台塑也面临产能的压力的情况下，它会对台湾带来多大的冲击？这个是台湾下一个回合呢，可能要好好思考面对的大事。而韩国在这些年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它把所有的力气呢赌到中国，尤其在文在寅的时代5年当中，韩国从2015年跟中国签订 FTA 之后呢，韩国曾经对中国市场寄予非常大的希望，而文在寅的5年，基本上南韩跟中国呢是关系非常的深，对台湾相对是越来越淡。那韩国在尹锡悦上来之后呢，他也面临美国在印太战略当中选边站的压力。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在2022年的裴洛西到访首尔的时候呢，他是以特殊理由呢回避跟裴洛西的见面。这个回避其实也告诉大家，南韩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这个选边其实面对非常大的挣扎。到了2023年之后呢，尹锡悦到了白宫去参访，他签订了华盛顿的协议。这个情况之下呢，当拜登跟尹锡悦夫妇呢站在一起，在白宫的大厅上来跟大家招手的时候呢，其实也告诉大家，南韩经过很长时间他终于选边了。这个选边之后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从2022年开始，美国的印太战略计划，拜登的亚洲行，再到裴洛西，然后呢到尹锡悦访美，美国不断的在亚洲进行印太经济框架，也包括四方会谈。同时呢，拜登也到三星电子去参访，但是韩国在选边站的路上呢，他其实非常的犹豫。那么最近南韩选举地方选举当中尹锡悦的执政党呢严重败给了李在明的在野党。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共同民主党拿到的175席，而国民力量尹锡悦的国民力量党108席，这个朝小野大的情况呢远远超过台湾很多。所以这个也告诉大家，南韩政局呢又陷入一个巨大的调整。我们回头看一下，台湾跟南韩在过去有很长时间的历史情仇。在2003年的时候呢，台湾的人均所得大概落后南韩超过1万美元，一直到2020年左右呢，台湾慢慢追上。2022年的时候呢，台湾的人均所得开始超过南韩。去年呢，这个台币贬值大一点，那么南韩又追过了台湾，所以台湾跟南韩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多次的在人均所得上的拉锯，这个拉锯呢，现在似乎双方打成平手。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台湾在这些年当中，因为台积电的壮大，所以台积电的营业利益呢超过韩国前10大这个市值的总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过去呢三星电子实力远在台积电之上，那么现在台积电遥遥领先三星，我想这是毋庸置疑。那韩国第2大现代汽车，我们第2大是鸿海，第3大是 Kia， 台湾第3大联发科，第4大呢 Narmer 是 Nine 的母公司，再来是 SK 电信，然后 LG 电子，第7名三星生命，再来是 KB 国民银行，然后新航银行，第10名呢是 Kakao。那这个大概就是说，从 Nine 跟 Kakao 呢都在过去韩国在新创企业当中，它能够跻身到前10大的市值的公司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对韩国来讲，
我想在文在寅的时代呢，韩国消失的5年也让南韩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呢，台湾跟南韩的竞争啊，台湾因为更早脱离中国，我们的供应链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过去这一年大家都在讨论 ECFA， 但是呢，所有 ECFA 相关的产业呢，其实现在都陷入困境，而台湾能够及早脱离中国的恶性杀价泥沼的企业呢，现在都蒸蒸日上，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高度的启发。我们大家看到最近在 X 频道当中啊，和平先生特别提到，他说财大校长讲，中国经济呢3大巨变出乎北京意料。一方面呢，资本市场活跃度呢降到20年来最低，这当中啊，大家都记得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的股市的市值占全世界 20%， 现在降到 10%， 而中国的房价呢创下2015年来最快的下跌的跌数。第三个呢，产能过剩反噬中国，这个新质生产力动力不足。这个当中，中国在生产压力当中，上礼拜我们提到耶伦去走访了中国，他也给中国非常多的暗示，但是中国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不是产能过剩，而是高端生产不足啊。这个情况来看呢，现在看起来中国还是一意孤行，在杀价路上呢不断的向前行。台湾的产业我们一再想，我在这一期的财讯杂志双周刊的社论上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在未来的企业生存之道呢，第一条守则要避开中国杀戮。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从特斯拉再到韩国的石化业，包括韩国的汽车业，现在看起来都在中国的杀戮上呢，现在很难自保。那台湾的企业呢，及早跳离中国，而找到创新高附加价值的道路，我相信这才是正道。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